女人劳拉独自一人开着车，正准备出去游玩，可没想到接下来的旅途将让其终身难忘。正在赶路的劳拉发现前方一辆黑色车正在龟速行驶，劳拉警惕上去跟车示意黑车加速，可黑车并没有加速，也没有让道的意思。无奈之下，劳拉只能借道超车。可此时对向车道突然出现车辆，她只好回到自己的车道继续等待时机。在经过前方的弯道盲区之后，劳拉眼看对向车道没车，便打算立刻超车。可就在劳拉快完成超车的时候，没想到黑色车辆却突然加速与劳拉并行，这让劳拉直接无语。而更加可怕的是，对向一辆货车正在朝着劳拉快速驶来。憋屈的劳拉犹豫间，并没有选择立刻减速放弃超车，货车转眼已经来到了她眼前。好在黑车司机踩了一脚刹车，放过了劳拉。劳拉赶紧油门到底，一把方向成功躲过了这可怕的一幕。还没等劳拉从刚刚的惊险一幕缓过神来，紧接着黑色车辆突然加速，紧贴在劳拉身后。黑色司机疯狂地按着喇叭和闪灯，很显然劳拉刚刚的危险超车举动引起了黑车司机的不满。可在这荒郊野岭之际，劳拉可不想与人发生冲突，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改道让行。好在后车司机与他分道扬镳，这让神经紧绷的劳拉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本以为这场超车风波会就此结束，可没想到当晚劳拉来到加油站补给时，离谱的是她发现那辆黑色车也来到了此处。劳拉隐约察觉到事情不妙，她开着车赶紧离开加油站，在附近的汽车旅馆住了下来。原来劳拉这次出去散心，完全是因为自己的丈夫意外去世，难以从悲痛中走出来的劳拉便想借这次旅行散散心。可没想到，当她第二天一早准备开车离开汽车旅馆时，一个陌生男子却突然朝她打来招呼。出于礼貌，劳拉摇下了车窗，可让劳拉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此人正是和她有着摩擦的黑车司机。黑车司机老白竟主动表示这是一场误会，他解释到自己当时在看手机，所以没有注意到劳拉的车。老白言语里透露着想要认识劳拉的想法。对于老白的好心关怀，劳拉警觉地拒绝了。黑车司机只好就此作罢。很快，劳拉便重新上路，开启了自己的旅途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还没走多远，他在路上再一次遇到了黑车司机老白。老白的车子抛锚停在了路中间，这样的多次偶遇让劳拉不禁感到害怕，他怀疑自己很可能被老白跟踪了。劳拉本想从旁边绕过去不再理会，可他还是被老白拦了下来。老白向劳拉请求帮忙，帮他把车子挪到路边，顺便送他去下一个小镇加油站，他再叫人来帮忙。可劳拉并不想和老白有过多的接触，他表示自己可以帮其打电话叫拖车救援。可老白并不想这么麻烦，因为他知道下一个加油站就离这里不远。可是警觉的劳拉却察觉到事情不对劲，面对老白的帮忙请求，劳拉直接拒绝了。劳拉找了借口，表示自己还有急事，赶紧离开了此处。本以为这次能摆脱黑车司机老白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等他到下一站补给时，老白如同阴魂不散一般又跟随来到了此处。看到老白的车辆，害怕被报复的劳拉赶紧准备开车离开。与此同时，老白也发现了劳拉正在朝着他走来，劳拉吓得赶紧驱车离开了此处。没想到此时前方路口突然停了一辆车，挡住劳拉的去路。这时老白追了上来，在质问劳拉为何丢下自己不帮忙。老白对着劳拉一顿质问，可害怕的劳拉根本不想理会老白，也不想再解释。随着前方的车辆离开，劳拉第一时间选择了驱车离开。还没等他走多远，紧接着后面便跟上了一辆车。此刻劳拉意识到情况不妙，赶紧选择了报警。他赶紧向警方表明有人正在跟踪尾随自己，而人生地不熟的劳拉根本不清楚自己此刻身在何处。眼看着后车已经追了上来，被吓坏的劳拉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可等后方车超过劳拉后，劳拉才发现是虚惊一场，那根本不是老白的车。劳拉才和警方解释到这是一场误会。还没等劳拉缓过神来，没想到自己的车突然出现异常，方向盘此刻不受控制，劳拉只能赶紧踩下刹车，将车停在了路边。等他下来查看，才发现这是拖车厢的轮胎爆了所导致。而更加让他后怕的是，此刻又有一辆车朝着这边驶来。劳拉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想，他赶紧取下拖车钩，准备直接驾车离开此处。可没想到越害怕什么就来什么，赶来的正是黑车司机老白。等劳拉试图开车离开这里时，此刻老白手中已经拿着武器朝着他走来，他直接将劳拉的车窗玻璃砸碎。来到车内的老白直接抓住了劳拉，随着他手中拿出针管朝着劳拉扎去。劳拉很快便意识模糊了过去，等他再醒来，自己已经被关在了一个小木屋，这里唯一的窗户被铁网焊死，外面是一片丛林，明显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。而这里房门紧锁，根本打不开。直到深夜来临，老白才来到了此处。劳拉只能害怕地蜷缩在角落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老白为什么要绑架他。劳拉只能祈求着老白放过自己，可没想到老白不仅是个变态，还是个杀人狂魔。他已经作案多次，路上多次的偶遇并非巧合，而是劳拉早已被老白盯上。被抓住的劳拉如同等待被宰的羔羊，作为猎手的老白则非常享受这煎熬的过程。直到劳拉第二天从昏迷中再次醒来，劳拉才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，他必须想办法解救自己。很快他便发现老白犯了一个错误，那就是他将钥匙插在钥匙孔上，并没有拔走。劳拉想到只要他用力摇晃，也许就能将钥匙摇下来，而将衣服铺平从门缝塞出去是接钥匙的好办法。随着劳拉开始摇晃和捶打钥匙孔，他才发现这样的方法根本行不通，这样轻微的摇晃根本不足以将钥匙震落。当劳拉陷入绝望之际，他却发现一旁木墙上有着一颗钉子。劳拉赶紧用衣服包住钉子，争取更多的摩擦力。他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终于将钉子拔了下来。劳拉再按照之前的方法将衣服铺了出去。
随后他用钉子直接将钥匙推了出去，靠着衣服，劳拉成功从外面拿到了钥匙，而钥匙也成功打开了地下室的门。等劳拉从地下室来到上方时，没想到老白正从外面赶了回来，劳拉则赶紧躲在了门前的杂物间。可等老白进来之后，劳拉才发现杂物间的门下面被顶住，根本关不上。劳拉只能祈求着老白不会发现自己。此时的老白还在吃着早餐，浑然不知劳拉跑了出来。而在接下来的观察中，劳拉发现老白在和他妻子的通话中谎称自己正在出差。原来老白的家人和他的妻子根本不知道老白是个人面兽心之人。而通完电话后，老白则前往了地下室，劳拉则趁此期间赶紧离开这里，跑向了丛林深处。与此同时，老白发现劳拉不见踪影，也是第一时间追了出来。老白闻声也跑向了丛林，奋力逃跑的劳拉却不幸被树枝绊倒，因为被脱去了鞋子，光着脚的劳拉直接被树枝刺穿了脚底板，她只能忍着疼痛将树枝拔了出来。受伤的劳拉由于步伐缓慢，她最终还是被老白发现。而此刻前方是一条河流，已经进退无路，眼看着老白朝着自己步步逼近，劳拉果断选择跳进了河流之中。在湍急的河流中，劳拉很快便被冲到了下游。好在劳拉熟悉水性，暂时躲过了老白的追捕，可她仍然不能有丝毫松懈，因为老白顺着河流很快便会发现自己，她只能选择躲进丛林深处。可还没等劳拉走多远，她便发现附近传来了动静。劳拉意识到情况不妙，赶紧找了棵大树躲了起来。随着声音越来越靠近自己，劳拉拿起手中木棍便朝着那边挥了过去。一名陌生老者被劳拉打倒在地，可老者手中拿着枪，立刻便制服了劳拉。此刻劳拉才意识到自己打错了人，劳拉赶紧向老者解释有人正在追杀自己，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一场误会。看到劳拉如此狼狈不堪和害怕，老者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劳拉便赶紧向老者要来电话，准备报警求助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手机却因为刚刚劳拉的偷袭已经彻底损坏不能用。老者便打算直接带着劳拉离开此处。原来老者开车来到这里原本只是想要狩猎，他从后备箱拿出了一双备用鞋给了劳拉穿上。随后老者便准备带着劳拉开车离开丛林，可没想到半路却有一棵大树倒下挡住了去路。看到这一情况的劳拉意识到情况不妙，这明显是老白故意将树放倒拦住了去路，为的就是防止劳拉得到他人帮助逃离这里。可老者根本不知道劳拉在害怕什么。等两人想着该如何离开这里时，没想到老白便开着车来到这里。劳拉告诉老者，想要伤害自己的人正是赶来的黑车司机。拿着枪的老者让劳拉放心，他会处理这个问题。可下来的老白却假装在打电话找人寻找劳拉。老白谎称劳拉是自己的妹妹，并且他声称劳拉有着精神问题。劳拉却坚持老白在撒谎。老白和劳拉双方各执一词，让老者一脸懵逼，他根本不知道该相信谁说的是真的。此刻老白已经靠近劳拉，准备将其带走。劳拉赶紧向老者发出呼救，可老者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眼看情况不妙的劳拉赶紧让老者问老白索要电话报警。劳拉在挣扎之际直接击中老白，挣脱束缚逃离了这里。等老白想要追上去时，拿着枪的老者赶紧阻止了老白。劳拉的话点醒了老者，他必须报警搞清楚这件事情。老者让老白交出手机，老白眼看事情要暴露，他趁着老者不注意直接偷袭，将其打倒在地。老白一顿输出，直接将老者打晕，接着他拿起枪便送老者领盒饭。听到枪声的劳拉只能赶紧逃离，而此刻天空也开始下起了雨。在雨水声音的掩盖下，潜伏起来的劳拉并没有被老白发现。等到第二天的劳拉想要从这片丛林中走出去，发现根本不现实，因为老白就一直在附近巡逻。躲在暗处的劳拉发现老白正打算处理老者的尸体，而此刻老白并没有锁车，也许这是他逃离此处的好时机。趁着老白在毁尸灭迹之时，劳拉偷偷潜伏来到了车上，在车上摸索了一顿的劳拉并没有发现车钥匙，不过他却找到了老白的手机。可此刻老白已经处理完尸体，正打算往回赶，劳拉眼看已经来不及逃离，他只好赶紧躲在了打通的后备箱。上来的老白并没有发现异常，便打算开车继续寻找劳拉。在汽车引擎声和摇晃声音掩盖下，劳拉赶紧用老白的手机拨打了紧急求救电话。轻声细语的劳拉告诉了警方自己的处境，他让警方赶紧追踪手机的位置。然而此刻的老白却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踪影，他赶紧停下车寻找，却没有任何发现。这时老白看向后视镜，意识到了什么，而劳拉同样知道老白很可能发现了自己，他选择了主动出击。从后备箱找到武器的劳拉上来便直击老白袭去。老白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一脚油门直接将劳拉晃倒，可劳拉却在后座上发现了刀子，拿起刀子的劳拉直接将其插在了老白的手上，而开着车的老白因为疼痛失去控制，直接撞上了路旁的血河，车子发生碰撞，最终导致翻车停了下来。劳拉从车上爬了出来，他手中拿着铁棍武器，赶紧离开了此处。没想到老白也安然无事追了出来，劳拉最终逃到了一处被砍伐过的平地。此刻老白的手机响起，是他的妻子打来了电话。劳拉接起电话，直接将老白是个变态杀人魔的事实告诉了他的妻子，而老白的妻子听到这话根本不相信。可此刻老白也已经赶来了此处，老白面对自己妻子的质问根本不敢回答。劳拉的这种诛心的行为也彻底惹怒了老白，两个人手中各自拿着武器，准备殊死一搏。扭打在一起的两人刚开始不分上下，可劳拉发现老白手臂受伤的弱点，直接用嘴咬了上去。在疼痛中根本来不及反应的老白被劳拉夺去刀子，直插腰，还当场领了盒饭。而此刻警方追踪手机位置赶来了此处，劳拉斗智斗勇，最终靠着自己的智商活了下来。